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真言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现在中国人无论怎么拼命努力，都没有上升的空间？从找不到工作到灵活就业，再到强制缴纳社保，却要自费看病，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6年，要我就要6年，吵死了！要我就要6年，吵死了！姐妹们，真的有的时候成年人的崩溃就是在一瞬间。不是，我早走就完了，你什么成这个样子？这得有多绝望？你见过半夜顶着寒风跑几十公里，就为了多挣几十块钱的吗？你见过房贷还了几十年还剩一大半的人吗？你见过打3份工却撑不起1天费用的人吗？我们普通人的经历好像早已经被写好了，房价永远比工资快，奋斗几十年呢，不如别人有个好爹妈。妈，请不要怪我了好吗？儿子好累，每天都很累，都是儿子没有出息，让你们跟我一起受苦。很多父母真的不知道，现在已经不是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能找个好工作的时代了。前2天我跟我一个大爷聊天，年龄跟我爸差不多大，他那时候是中专毕业后就分配到了国企上班，工资很高，待遇很好，然后现在退休了，1个月工资也能拿到1万左右。就现在的大学生，谁毕业之后能分配工作呀？根本就不可能啊。我91年的，35岁，现在中年失业，找不到工作，一事无成。我想知道，作为同龄人的你们现在在干什么？谁能想到我研究生读完这么难找工作？今天面试了底薪3000的新媒体运营岗，单休，其他日不正常放假。姐妹们，我要去。35岁找工作真的是职场最讽刺的事，上班嫌你老，退休嫌你早。我就一直想不明白，我们30多岁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正是扛事吃苦的年纪，为什么就进入不了职场？谁懂啊？35加这个年纪，活着被嫌老，嘎了被嫌年轻。今天下午去公园散心，一位阿姨随口问我：“哎，年轻人怎么没去上班呢？”没直接说我失业了，我委婉地说在家休息的。转头我就听见他跟旁边人小声议论：“年纪轻轻不去上班，哎，现在的年轻人。”这2天通过工作的接触，发现失业的人好多啊，真的太夸张了，我都没有想到过有那么多，好多人出来做兼职。实习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误闯天加。上周在参加一个面试的时候，除了我之外都是 top 3或者是 top 2本硕的。我当时听到大家学历之后，我觉得我的这场面试已经可以到此为止了。最近有个计划非常火，纸醉金迷不叫我，地球毁灭钱赖我。正因为这句话掀起了普通人对于罪恶转嫁的反思与反抗。100万个大学生毕业了没地方安排工作，你们嫌多；900万个新生儿出生，你们又嫌少；35岁出去找工作，人家嫌老；55岁想退休还嫌太早。这个社会到底是咋了？从生意失败、负债缠身，到工作机会减少，再到结婚、生子、教育、养老等重重的问题，太多人都在痛苦中挣扎。也许有人会说，那是因为国内人太多，挤地铁、抢房子，要是人口直接减少1半，变成7亿人，日子肯定过得轻松。但前不久，中国官方的一组数据直接打脸。2025年，中国出生人口是792万。比2024年的954万下降了约17%，创下中共建政以来的最低纪录。但大家依旧找不到理想工作，收入变多，所以说根本不是因为中国人太多。有些人刚和空气斗了3年，感觉没过瘾，现在又和水干上了。之前抵制外企，抵制肯德基、家乐福、乐天玛特、日本动漫，如今外企都撤没了，也没有工作了。就连威虎山的土匪都没那么坏，有些人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面，吹着空调，吃着大餐，喝着好酒，抽着好烟，吃饱喝足了没事干，就专门给老百姓出难题。这种坏是头顶深川，脚底流脓的坏。这就跟当年陈琳写给曹操檄文里说的一样，妥妥的祸国殃民啊！这么多年已过去了，他们只做了4件事：造谣、造假、造恶、造孽。我的娘哎！以后有人出来作妖了，我们吃不起饭没人担心，我们上不起学没人担心，我们买不起房也没人担心，我们养不起娃也没人担心，我们找不到工作乖乖更没有人担心。那我们就是骑了一辆买菜送娃的电动车，乖乖就会有很多人都关心我们，担心我们的安全。这么大个国家，看到没有？这整个是一个栏杆国家，到处不就是个石头，不就是个铁架子，全是这玩意儿。
哎呀，咱生活的这个城市啊，压抑死了，真压抑。刚才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告诉我，这是这个是省道，不收费。然后现在我要从这个省道经过，你又告诉我必须要买门票，没有其他的办法。报道一个视频说，他们就这点本事了，满嘴的主意，满肚子的坏水。发现没有，大多数人都清醒了，也明白了，也看透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呀。为什么呢？目前整个大环境都不是很好，很明显的能感觉得到社会的戾气在不断的上升，底层失业，中层又亏本，老板又破产，买房的又断供，炒股的又夭折，开店的又关门，都憋着一股气不知道往哪里撒呢。实在太脏了，我不想干了。但是我怕人家说我不能吃苦。朝上天这一系列的现象都不禁让人思考：真的是中国人太多吗？真的是我们能力不行吗？我们拿上海公布的一组数据为例，在全面开放生二孩那几年，二孩占所有新生人口的比例近40%。那几年全靠积压的二孩需求，撑着中国整体的出生人数。但现在想生二孩的80后基本不生了，上海的二孩率跌到了1/5到1/4，全国的情况都差不多少。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让90、00后愿意生孩子。今晚刚跟几个00后的同事吃完饭，然后聊到了生育的这个话题，5个同事有4个人明确表达了自己不想生育的这样的状态。真的不是我们冷血不喜欢小孩子，是实打实的没条件生，压力堆一块根本就扛不住。90后负债率高达78.3%，度小满用户中90后约占50%，这时代红利都让90后给赶上了啊！这位博主吐槽说，计划生育的时候90后出生了，鼓励3胎的时候90后正当年，公司裁员的时候90后正好，90后没参加工作的时候，银行鼓励存款；等90后有工作了，银行鼓励贷款。只能说我的国干得漂亮。从公开数据中也可以看出官方大费苦心。2025年结婚登记数据显示，上海结婚对数涨了38.7%，创下10年来新高。但仔细查看发现，原来去年开始结婚登记全国通办了。也就是说，外地到大城市打工的人不用回老家，也能在工作地点登记结婚。再加上2025年双立春，民俗说适合结婚，不少地方延长了婚假。上海还有民政局和酒吧合作，进行所谓的特色登记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使得全年结婚登记人数有所增加，但其实根本没有改变大趋势。之前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城镇女性生孩子要损失多少收入，结果显示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女性生一个孩子要损失48万，如果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损失直接达到58万。所以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生孩子，是真的生不起。这也导致现实人口快速减少。2025年已经连续第4年负增长，全年人口少了339万，自然增长率是负2.41%。可是，真的当原本14亿人口的消费市场突然大幅减少，大家有没有想过后果又是什么？它并不会是简单的人均资源增多，而是会面临又一大难题，就是超市货架不再像从前摆满货，外卖也不会随叫随到，工厂甚至不能正常运转。有官方数据，2025年底，中国16至59岁劳动人口有8.51亿，占总人口的60.6%到60.9%，这也是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的本钱。如果一下少了一半，试想工地、流水线、超市、餐馆等还能赚得动吗？其实，就算以现在的速度慢慢下降，未来30年劳动人口也要再减2.5亿，平均1年少了近940万。再加上房地产本来就靠进城的刚需，如果人口减少，不用说3、4线城市，
就连一线城市恐怕都留不住烟火气，更不用说妇产医院、月子中心、幼儿园这些行业。不少人可能会说，有 AI 和机器人来顶替，但机器人真的可以顶替护理、教育、医疗、研发这些真正缺人的领域吗？所以说，中国创造财富和分配资源的人变少了，一般百姓荷包里的钱只会变得更少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中国现实大环境不改变，即便中国人少了，负债依旧还是难减轻，大家也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。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